其实马加比革命这些人的殉道啊，更多它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殉道啊。我说你说，哎呀，那我们爱国爱自己的民族难道不好吗？你看摩西怎么说的，是吧？当年上帝要灭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抹，是吧？保罗说什么？啊，我是为了我骨肉之亲，我就是与基督分离啊，我也愿意，对吧？啊，这种爱自己的民族，或者是爱自己的这个爱国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我爱我的民族，同时呢，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是我的敌人。啊，我只爱我的民族，其他跟我不一样，那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嘛？你不能说我是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民族啊，然后呢，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敌人，上帝要消灭他啊，他们不可能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嘛？所以保罗虽然他爱他的民族，但是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去一生去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有一个身份的认同，你是中国人也好，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自己你或者你是美国人，或者你台湾人，你是这个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你绝对化这个东西，你觉得只有你的这个民族才是最优越的、最好的，你就去歧视其他的这个种族，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践行爱人如己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不能爱我们自己的民族或者自己文化当中的人，而是你不要有这种民族主义就是跟别的民族变成一个对立，就是说只有我是中国人怎么样那这个就不对了。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身份，是让你更好的一个方面爱你自己的民族，给你的民族传福音；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让你更好的去爱其他的民族就是这个是关键那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爱自己的人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变成了民族主义。所以美国的一个白人基督教的问题，就是他把他的种族跟他的这个跟基督教信仰有些时候绑定的比较紧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那这种就反倒违背了福音的核心，因为福音是跨越种族的，他就是要打破这个种族之间的壁垒，对吧？那如果我们只是强调福音的结果，没有看到福音本身，那么你说你不管你去推行什么你说我们推行社会公义推行这个宗教自由好不好就像我们说秋雨王一牧师，我们一直推行这个家庭教会合法化，是吧？追求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自由，这个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当然好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产品。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就是觉得说那这个就完蛋了嘛？就或者说就我必须要有这个，没有我就要为此殉道呢？那我觉得倒可不必因为就算在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主的教会仍然不受这个制约，对不对？主的教会仍然可以兴旺，是不是嘛？神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可是如果福音本身这个就像我说的如果你福音本身它已经不让你信了，或者是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那个是和那个可以说你有没有你看西方包括台湾也是，他们有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发展也并不一定有比大陆更好，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好像有了它就是必须的但是福音是不可或缺的。你哪怕有宗教自由，但是你没福音了，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是要不可就是说不能放弃的底线有些我们是可以争取的，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是很好的，对社会也好对可能对这个民族也好，但是呢，如果争取不到那也就争取不到嘛，是不是那也就都在神的手中掌管所以呢，对于基督徒的殉道来说最后的简单总结就是说，这个外在的这个殉道就是身体这个殉道呢，其实呢它并不是必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新约里面讲的殉道，它是既包括这个身体的，也包括一个属灵的其实更多是讲到属灵的，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死
啊，对吧？那我们也讲到马加比二书里面这个殉道更多是一种民族主义、一种国家主义在当中啊，甚至是一种种族主义在当中啊。那这个其实啊，如果你看马加比二书最后一章15章37节，最后他整本书的结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城市就是在希伯来人的控制当中啊，就是说希伯来人最后掌控了这个城市。所以他最后的一个核心啊，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民族当中，就是强调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性。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宣道不是为了某一个民族，或为了某一个种族啊，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们就只是为了基督为了福音而殉道。所以这个殉道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死，并不是一个说所有人都必须要经历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如果是为了福音的一些产品或结果的殉道，可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就是避免这样的一种殉道啊，如果我们有能力选择的话。但是有些情况当中，可能你没得选，也许在那个当下啊，如果你真的就是这个要殉道了，是不是？那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信心啊，知道说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早就是确定的了，不管我殉不殉道，那基督都是接纳我啊。那我们就希望面对殉道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在主里的平安，可以来坦然的接受，是吧？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要去强调的，或者去要推行的，说大家都要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去殉道啊。所以反倒我们更多要推行的是在属灵当中的。每一天的为主而死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总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想说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马加比他们这些人殉道，他们还是有信心的，他们信的是上帝所给他们立的旧约，对，旧约的特点，它就具备这一种政教合一的特点，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也是持守神所交付他们的，我分享这一点。是，这个就是在我们说启示的一个渐进性嘛，是吧？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弥赛亚的工作所以这个受他们的这个局限，就是说，所以这也是成为了福音最大的拦阻，就是他们没办法跨越这个种族这个我们后面会看使徒行传15章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次大公会议那怎么样让基督教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而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对，是有人问一些问题请说。我有点就是想法哈，对，因为我没有读马加比书还没有读其他此经未经，那我就读了这一章第7章我就觉得就是我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哈，对，那我读了过后，我觉得这汉语和其他旧约其实差别都很大，马加比书，我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现在的旧约差别都很大，不是一般的大，就是那种，就是你想一想就是说，整个旧约突然出现了一种马加比书这些。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在整体旧约圣经当中，他都给人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异样的事情。对，就是那种就是我只是从汉语的角度就是我读了，我就觉得说，和整个旧约其他书卷那个精神和协调度就是我都觉得有问题。对。是老师，但是这个是属于次经吗？还是属于经外文献？对，这个是次经，就是说它是新旧约之间400年期间写下来的嘛那它记录的是就是哈斯莫尼王朝马加比革命这个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有点像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对，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的价值就在于说，让我们了解到了那段时期到底就是犹太人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耶稣的那个时代。对，
所以它其实本身也不是属于在上帝的这个启示里面的这种。对，它不是正典，对，它是次经。但是天主教是把这些都放在他们圣经里面的，对。哦，天主教把它放里面啊。对，当然天主教他们是，就是说官方是知道，就跟我们正典都是一样的嘛，就是都是66卷哈，这天主教也承认。但是他们的圣经呢，在这个新旧约之间是放入了这些次经，啊，就是连到一块的，都是，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读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意识说这个是次经，他把这个也当正典了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可能会有些人有这个误解，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按着这种解经来说，旧约也主张为了律法去殉道吗？我觉得好像这个确实很突兀，就插进来这样子的风格。是旧约整个旧约有主张为了律法殉道吗？他这个就是说，所以你看他违背他的这个律法，他让他干嘛？是不是啊？他就让他吃猪肉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你就看到说，这个吃猪肉这个本身跟他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说那个是他没，就像你现在让穆斯林吃猪肉一样，那他跟你拼命，是不是？所以他们这种殉道大概是就是说是跟他们这个民族主义是相关的。你想一想，你们看过那个这个之前有一部电影哈讲到在这个日本讲到这个殉道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叫那个什么？沉默。对，沉默。你看到那个宣教士，他们有个很难的关，就是这也是天主教的问题，他们过不去的坎，那个转折点就是他不愿意去踩那个圣像，对不对嘛？耶稣的像。对，但是其实对我们新教来说，你吃不吃什么，就这些都是自由的，你踩不踩这些东西你无所谓，对不对？就没有什么能够辖制住你的良心。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个他们没办法放下，那么他觉得那个就是跟他们的信仰就像这里吃猪肉一样，他没办法。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福音本身，什么是福音的产品，福音的结果如果你把它合到一起，你没办法分开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对，所以现在我们对圣像没有感觉嘛，是吧？对，你随便一个耶稣像往那一伸，一个角落里面落的都是灰，你也无所谓，对吧？你不会有什么这个良心上的一个问题，但天主教徒不行。其实整个旧约，我觉得他也是因信称义的。他在讲，虽然说他讲律法，但实际上也是指向那位弥赛亚的嘛。所以但是这个马加比这边，我就感觉他其实是很明显的靠行为称义的这种。对，我看见的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最后面他也讲，他是因为信心。那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约，我们才能看到说旧约是因信称义嘛。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很难理解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给这些使徒们，耶稣亲自的教导尤其是保罗，对吧？后来那他不写出因信称义，那他肯定这些旧约他们看不出来。对，对，所以还是启示嘛。那个不让吃猪肉也是上帝吩咐他们所要相信要持守的呀。对呀，这就是，所以我说这就是你到底什么是文化上的。所以说呢，他不可以归为文化方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的信仰呢。你说对了，这个就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上帝就是让我不能做，我就是不能做，我死都不能做，对不对嘛？这就是他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在律法之上，不在律法之下他把这个福音你说，老师你说嘛，你说没事那其实对于他们旧约来说，不吃猪肉对他们来说是犯罪了，对不对？那肯定的呀。对呀，那他们也是守护这种圣洁对呀，就像你不守安，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被指责呢？就是你不守安息日但是旧约讲的那么清楚，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你专挑安息日去给别人治病，是吧？那你不是故意触犯安息日的诫命吗？是不是？包括那些洁净的礼仪，对吧？吃饭不洗手什么的，对吧？等等，他们不都这样责备耶稣吗？耶稣的解读是什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那你到底有没有搞明白这个律法，上帝设立下来的律法，它的背后的经义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所以这个到了新约，对整个律法的一个认识，完全上了另外一个层次。但是犹太人很难理解，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也没办法接受
啊，他们还是要守住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对。那我在想，是不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信心，就是透过遵守这些律法来彰显呢？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信心呢？对，就是这样，他们就是靠守律法展现出他们是神的百姓嘛。所以他们背后其实还是信神的，相信神的，其实只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呈现在他们的信仰的行为，呈现在这个守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对，你可以这样理解，是，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这个神的这种认识哈，那么清楚。但是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整体上来说是说，这就是我们主动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律法，这也是我们犹太人要做的啊，就是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就必须啊要这样做啊，所以他的信仰跟他的民族身份是绑定在一块的。对，这就是他的身份认同，这样说吧，这就是他的身份认同，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生下来你不会身份认同为你是哪个宗教的教徒，对吧？你是个白板，是吧？但穆斯林不一样，犹太人不一样，他生下来那就是一个犹太教徒，他穆斯林生下来那就是个穆斯林，但基督徒生下来不一定生的是基督徒，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差别，对。对他这个，我有点补充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有一次跟一个以色列人，他中文很好，然后他是犹太教的，我跟他争论福音和他们的信仰的差距哈，我说你们就是把你们的神信成了一个部落神，就是我说你们把真神信的很假，对，就是我说藏传佛教就是把假神信的很真，是的。对，我说你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认为说你缩短了神的膀臂，你们的神远远超过你所想象，是吧？对。有姐妹问了问题啊，说如果为了坚持家庭教会聚会而在监狱里死去，这个是为了福音还是福音的产品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呢？这个处境是比较复杂的。对，我个人的感受哈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其实某种上讲哈，你要知道，因为我比较了解那些就是学习上比较勇敢的人，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就是我为民主自由去坐牢，是吧？对。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动机不被对付，这恐怕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教会里边还是有很多有学气的人。对，因为我特别看到我的那个，就是和我同样经历的人哈，就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很难信主，其实很难真实的被主真正的得主。因为这些人他们身上那种就是锋锐党人的这种气息太重，你明白吗？就是对地上的太过眷恋，就是太过喜欢看到马上实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肉体上的自由啦，肉体上的就是敬拜的那种自由啦，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特别的就是谨慎，对，谨慎。你不能说这个不是，也不能说轻易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非常难的，处境性的，就像你刚才讲，比如说祭祖的问题一样哈，对，那个就那里边是有很复杂的东西，对我的不，对，谢谢任老师，我觉得这就很好，就是讲我们最后还是我们也不论断别人，说实话哈，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做他神呼召他做的事情。那为了坚持家庭教会聚会而在监狱当中死去，从这个角度，我会觉得他更是一种呼召他呼召被做某一个使命，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神给他托付一个什么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因为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一定它是跨越时间、跨越文化、跨越就是整个时代的，那个是不变的。而为了坚持，有一天中国真的这个叫什么合法化了，是吧？宗教合法化了，
那你就没有这个，你就不需要有这个使命了，对吧？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更多觉得它是一个使命，一个呼召啊，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是不是福音本身啊？如果你是说是不是福音本身，就是坚持家庭教会的这个聚会是不是福音本身？这个明显不是福音本身，因为我们并不是靠这个得救的啊。福音本身是直接跟你的灵魂相关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并不是说我没有在家庭教会聚会我就不得救，是不是嘛？啊，那美国还没有家庭教会呢，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它明显就不是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种族、跨越这个历史的一个议题啊。那它就是促进化的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在文化当中、在促进当中的一个产品啊，就不是福音本身啊。所以我这样解答，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哈？对，好，大家还没什么问题？刚才是不是有同学有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冉老师那个问题哈。冉老师他刚才说就是，从那个语言学说他就能看出这个，次经和这个正典的这个文字上的突兀性。然后呢，我想是不是因为翻译的这个人员不一样所导致的这个文字的突兀性呢？还是因为什么呀？我就问这个小问题。我不知道冉老师你觉得呢？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吗？还是说它整个结构还有这个叙事有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是觉得它的这种叙事啊，在我看来就不对，对，就是怎么讲呢？那因为我没有看他，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懂原文，我不知道他们翻译的准不准确啊，我只是直接在就是评论这个汉语本身。那么你如果和旧约的段落进行对比，你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些地方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祖先的语言回答说，这种说法在其他的这个经卷中哪有呢？是吧？反复强调祖先的语言回答说，这个就太是吧？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太过强调自己的那种身份，太过强调自己的血缘，明白吧？对，强调血缘。你看中国人是一个强调血缘的民族，犹太教也是，所以犹太人他很难觉得说有耶稣这样的救主，是吧？对，中国人也是，中国人说，哎，你信什么不好呢？你为什么信个西方的神呢？对，就是这样。所以整个说来啊，这种话，比如说祖先的语言，你觉得在旧约当中哪有这个啊？是吧？对，反复强调，这个就是刺经的特点。说白了，就在我看来啊，就是我没看过原文，我认为汉语就在这一点上就足够表达出它的问题。对，这是我的感受啊。谢谢冉老师。谢谢。好，感谢主。那咱们要么休息一会儿，然后回来就看《使徒行传》，好吧？咱们休息到10分吧，哈，休息6分钟。